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好文哈。今天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哦。今天的题目是谁在？诶，好像是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差点搞错，让你改到另外一天的日，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哈，你正在吸引着谁？这是今天的3张牌，我都选了有一点召唤意念的画面的牌哈。等一下近看的时候，你想要看久一点，记得可以按下暂停。好，就这样。来，今天的第一张牌是命运之轮。突然得到一些讯息，在想一些东西。命运之轮，我突然想到，按暂停是不是会有一个符号挡在中间，那你就看不到了？放旁边。命运之轮，好。第二张牌是钱币5，好。第3张牌是权杖5，好，那就这样哈。那我想你们都一定很会选了哈，只要那一个风格，你的目光很难离开它，那就选它吧，表示共振蛮强的。那我们选好了就开始吧。来，我们接下来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你正在吸引着谁？这是今天的牌哈。好，今天的牌。好，我们一样先选5张牌来看整个讯号的基底哈。我每一次都希望能够看到完全不同的故事线跟线索的逻辑啦，这样才能够慢慢的帮你们拼凑捕捉那一个具体的讯号，结构才会比较完整。来，我们一张一张来看哈。来，第1张，好，第2，好，第3，高一点好了。好，第4一样盖哈。第5，好哈。来，从权杖9来出发的话，看来不是一个很容易解说的一个顺序哈。我来看一下其他的线索哈。好，有第5哈，有7战车，有6。看起来你吸引到了这个人哈，他其实正在偷偷暗恋你啦。他其实正在暗恋，但是他现在的状况其实蛮难跟你表达心意的，或是他很难靠近。他有一点点自顾不暇啦，他有很多事情，也正在忙啊，也正在处理啊，或什么，可是都是他周遭的人的人际关系各方面的问题。那你的出现，你在他的范围里出现了，在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他有时常偷偷注意你，但是没有很敢靠近你啦。这边有看到你对他的吸引力还蛮强的，但是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说出来，是因为你们现在所处的状况里面有共同的朋友，可能也有同事或什么，很难表达心意，很难表达心意。那他现在还是不断的被你吸引着，你做事情的作为或什么，他的心其实也是有慢慢的靠近你，但是他夹带了非常多的情绪跟某种，该怎么说？我觉得以简单来说，他想很多，他没有办法就这样一股脑的冲刺往你身边过去。那你们的中间，你们的关系中间有非常多的人，所以我大概可以觉得你们是在同一个群体里面工作的。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是你平常正职的工作的那一区，还是你私下活动，你有可能去做别的事情。我指的不是朋友圈哈，就是也有可能是你下班之后去参加别的活动、课程，有新的一个群组的里面的人哦。这边没有说你们两个是一起工作，是一起协力往某一个目标去做的，所以他这两种可能都有。只是每次你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旁边都有非常多的其他人，都跟你们两个有共同的关系。哦，新的朋友、老的朋友也有，所以也很有可能这个人已经在你附近待蛮久的一阵子了。那与其说你吸引着谁，吸引到他，我是觉得我得到的讯号的时间分界比较像是他不是已经喜欢你很久了，他是近期或是最近这一两年或者这一年才开始有新的情愫对你，因为他这一个能量很新，而且他还没有内化，也没化解，心里也没淡掉，也没找到一个处理的方法，还在一种，我觉得他还在承受吗？还在习惯，反正他还在背着这一个新的情绪之中。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已经背很久了，这个东西应该会慢慢的习惯成，他可以放下放着，不用一直背着这一个喜欢你的感觉，背着这一个秘密，他已经应该有找到时间够久，应该已经找到方法，跟着这个情绪相处，然后还能待在你身边，比较自由的表现。但现在感觉这个负重还在，所以我觉得他还蛮新的，整个情况都还蛮新的。目前啦，我看出来，我看到的线索最明确的是，他跟你应该认识很久了，但是他对于你的喜欢的这些情愫是近期的。那他有一个新的点，是因为你的成长跟你的改变，重新让他认识了你，然后他对你的感觉有新的，只是距离他要跟你告白，让你知道他的心意的终点啊，或是那一个交界点、契机点，我觉得还很远，而且才刚走。尤其他一直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其实他也有一点点后退，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中间重叠的其他人太多了，太难以在现在这个状况里面去表达对于你的喜欢。好，基本上也有点僵住了啦，僵住了。那很难表现出来，非常难表现出来。在他的心境上，其实是有一股能量，在慢慢的把他送往你面前，然后最多到你面前之后，我觉得最多就只有表达对你的好感跟特别的心意。但是你这边的感觉是没有非常惊讶，也没有觉得很奇怪。因为你会没有意识到他的表达其实已经超越了原本跟你的关系，而你只是我觉得在第一次跟你表达或是第一次接收到的时候，你可能比较多的感觉是说，我知道很久啦，然后谢谢你一直在啊，然后我们已经认识什么，你只觉得到这里，可是其实你会没有办法接收到它更深层的意义。那他的这个表达已经算是他给予最大的一次能量的宣泄吗？满意吗？还是一定要跟你说的这个状况？是我目前看到的是没有办法连接到爱情，或是太薄弱，没有办法意识到。所以选择1号牌的朋友，需要有一点在更强大的突破点，我们等一下后面看看会不会有了。但目前看起来，这已经是你们两个维持着的最接近的状态跟最好的关系了。好，因为钱币6一直让我觉得这是一个额外多出来的情感，它并不是你们两个注定要往下走的那一个方向，只是今天捕捉到了它一个新的心思、新的特别的感觉。而且这里也让我发现，他好像早早就决定或是认知到，只能待在你身边或附近，无法
跟你在一起，他已经有这个概念。哦，他有一点点悲剧性质。这里也有一点点讯号是在说，也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一个讯号，所以他能尽他所能的待在你身边，已经是他的能量或他的努力里面能够做到最大的效果了。所以也有可能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这一件事情，也不一定会发生，只是那是最好的向往对他来说，在这个阶段里。那没办法，因为教宗定义了你们两个世界的模样模式，他没有，这里没有讯号是说明你们的1对1的两人共同独有世界，两人世界没有，都被融合在了教宗5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氛围里，他人他者其他群组其他群体里的你们，最多就这样，目前最多就这样。我必须说，这里抓到的不是未来式的，抓到的是现在的抽象概念的定义。所以未来还是有可能会有其他事件的发生，也不一定，因为可能性已经打开了，所以它有无限的分支。只是今天这一题只抓到了现在跟这里不久之前。好，所以只能说到现在为止，这已经是他能够表现的最好的，他能够保持着最近的距离，他能够待在你身边最长的时间了。以现在为准的话，是这样子。好，我再看一下。尤其战车牌哈，它作为一个你们关系的骨架、你们关系的路径、你们关系的动能，它讲的比较像是说，埋藏在心底的某样情愫，有可能直到到了终点都不会展现出来，懂吗？在这里，加上权杖9作为一开始的核心，有点像心脏的概念，就会觉得他现在所做的不表达的决定，似乎早早就做下了这个决定，也搭配了战车牌，再搭配了教宗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会被拿出来让你知道的一个情愫，但他会一直在你身边的状态。我不能说，我不会觉得说有点可惜，我比较会说时间还没到，或是我们再等等看是否有突破的机会。如果像今天如果会这样抓到这个牌，表示应该在深层有很强的欲望跟意念，想要获得这份爱情从他那里来。那通常我都会觉得故事还没有写完啦，故事还没写完哈。来，往下看。的确是故事还没有写完哈。深埋在他底下的某种无法掌控的他内心的那个力量，其实还没有用到，他这一个，你看这张图，他有点像是说，有个力量藏在他心底，他还没有把他唤醒，他正在唤醒。他拥抱他了，还是力量拥抱了，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从一般力量牌的定义来说，这一个缓缓的力量还没有醒。尤其在这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我常常说，就是我在探索一个人心境的深渊最底下，是否有东西被丢弃，还是有东西需要进去深渊里捞。那这张牌这一个力量牌让我发现，它的意义是，有些力量在这深渊里还没有被唤醒，所以也才让我很快就发现，这个是现在加不久之前。并没有对未来的一个预知或是推敲、捕捉、推理、推论，没有。果然，我觉得是有东西还没被挖掘。所以你听到1号牌的朋友，你也不用失望，这一个人至少已经非常靠近你，就在你附近。以我们平常看牌的原则，我都会说不要去把它找出来，
不要因为你可能知道是谁而去把它说破，你可以静静的享受这一个不在你控制的人生线里的其他发展，在你旁边循环着，让它自然的发展，让它顺着自己的意念发展。我们当作是这一条故事线的局外人，我们过好自己的故事线就好了。那我们只是不要抓到它这个，我让它自然的发展才会能量比较健康。那加上现在能看到力量牌，我觉得有不错的愿景可以期待，前景看起来不是灰暗的，是有所光明面的，可以期待一下，可以期待。通常我说可以期待一下，就表示有我没有很确定的故事支线有打开，我通常说我可以期待一下是这个意思。好，来，那我们来看其他的位置哈。好，好，再来啊。好吧，还是改吧。那，今天金币牌都下在蛮关键的位置，它有点像是船锚，把一艘飘来飘去的心境抓住了。那，钱币5这里设定的是，其实你跟他的距离跟感情的疲乏、贫瘠这一件事情，并不是一种绝望感，或是不是一种阻碍，而是一种刻意的安全，刻意塑造出来的安全。好，从前面这个顺序过来，他刻意是的安全，然后也是他心底比你早知道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是最好的，跟你的关系。他这一个心境跟这个意念要跟你保持距离，要跟你维持这关系，这一个念头在很早就已经觉醒了。他意识到不该突破，不该突破。你说他是在你身边当你的守卫者吗？也可以，但他不这么认为，他不是这样想自己的。他其实已经用了非常大的力气跟你维持一个蛮好的关系跟距离了。对他来讲，这已经是对他来讲是已经是究极的美好了。现在来说哈，那他时常很严格的去想这件事情，也因为他很严格的去想这件事，所以他时常有放弃的念头。所谓的放弃念头，就是远离你啦，就不要一直待在你身边，一直有一种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的感觉，所以才会有权杖9这样，然后几乎接近权杖10的困境了。它只有这两个中间，它这个权杖9不是权杖9的初步而已，是权杖9已经快接上权杖10的那一种负担感，它只能保持现在这样维持好跟你的关系。那但是因为这个火焰也不是一种永远都在烧着，它时常会有一种快要熄灭的感觉，就是他想放弃的时候，因为累了或是很多事情，也许看到你认识别人或什么的，但是因为关系上他不会去突破，所以他一直在找着跟你关系间的美好。然后一样，这2张牌还是在讲一个，他用了最大努力让保持跟你现在的这个关系跟距离，已经是他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了。这2张牌只是再说了一次这件事情，只是有在说比较更深一层的是，他其实很累啦，很累。那当然感觉上好像是需要突破的，可是虽然这样说，他好像很累，或是他觉得无法前进，可是还好，心底的那个力量牌一直把它趋向于比较正面的思维，或是比较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僵硬的一种潜在的柔软的力量，把它撑着。
那他也常常会觉得也不错哦，但是有的时候变得比较敏感的时候，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又会觉得这样不好哦，就是还是会随着他心情的起伏，会有一些价值观的变动了，但是不会影响太多啊，因为底下是力量牌抓住。其实力量牌在底下抓住什么？抓住了某种和谐啦。哦，其实在这里牌面也有一点点在让他明白，这样没有什么不好哦。哦，似乎有一点玄机在里面，只是以他的智慧来说，他还无法理解到那个层面，或是还无法看见。哦，那力量牌的感觉是这样，也许已经是最好了，也不错哦，但还是有空间可以发展，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哦，力量牌在这边给的那一个耐心、持续性跟很难探索的一种神秘力量，这里有定下来。还好对方，还好这个人有比较相信直觉，也比较在乎关系上的稳定，跟你的关系跟其他人稳定，他没有要毅然决然的，就是要直接远离你，或是跟你直接告白，他没有这种情愫。有想过，但是他觉得那不是他会想做的事。好、哦，所以还可以啦，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讯号，只是在强化了他内在的思维的一个定义而已。好哈、哦，那这边也是说，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一个关系的状况啦。我想这边也有一点在偷偷在讯号在告诉你说，真的不要把它找出来，或是不要看出来，或是不要去找，知道了也不要去说破，因为这一件事情在这个时间点被突破了，被戳破了，会完全破坏了这份关系。主要是因为对方这么深思熟虑的确定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是对他来讲是最安全的感觉。所以当被突破或什么的时候，他会不太知道该怎么去应对。哦，其实也有一件事情是，除了维持跟你的关系的现状之外，他没有准备好其他的情绪来去反应离开你，或是要跟你更接近。他没有准备其他的情绪，因为土能量、风能量在这边压住了，或是控制住了他的莽撞跟他的情感的流动。他们把它局限在一个盒子里，他把它装在一个四方盒里，好像稳稳定定的、有秩序的看得出来是什么形状的一种水能量，他把它装好，然后让自己知道说这样子就好了。所以以凯旋到1号牌的朋友，我们该说可以期待一下吗？但我现在突然有点想改变心意，想说先不用期待，因为也许现在就已经是最好的状况，未来应该会因为别的更激动的事件发生之后才会有所改变，但这份关系应该还会很久哈。那还有一个特别的变数是，他也是我们刚说他是近期才发现对你有这个情愫，表示你这边的有所改变，影响了他。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刻意，我说的是刻意哦，你不想自然刻意的让他自己浮出台面的话，那就是你要有更进阶的改变，大大的影响他对你的感觉，好的、正能量的、向上的。他可能会觉得他再也追逐不到你，他就会急了。但是这有个风险是，他可能觉得他再也追逐不到你一个人，他就会走了，也有可能哦。所以我才说这是刻意的。这不是自然而然的，我觉得还是自然而然的过你自己，他过他的两个人关系这样子。目前来说应该是最好的，因为我这边看到很多牌都觉得先这样，先这样，就先这样。有讯号是这样哦，也有一种是现在只是找到了这一条长的路的其中一个站牌而已，后面还有很多站要去，所以不要打扰，让这车慢慢的、缓缓的往前走就好了。哦，好，我们再看其他的哈。
好，好，这边确实开始有一些暗示了哈。这边说，这确实不是一个终点，这确实是有一条路，而且是已经看好的路在往前走，所以他真的确定搭配了是战车牌所讲的有在行走的某条路上，也确实符合了我刚刚说的，这确实只是其中一个公车站而已，这一条路还在往前走，目的地还不明。确定走对、走上了某条路，你们的关系像是一条路，然后确实现在只是其中一个站而已。那圣杯皇后说，这两个人的情感不只有这样，水能量很强，有给丰沛的，他们的情感关系不只有这样。但是这边说的情感关系不一定只是爱情哦，它有很多种情感关系。他所谓的不只有这样，就表示说这两个人应该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分开在彼此的生活里，还是会很常出现，还是会持续长久。那只是这一个对你有新的情愫的这个能量，其实目前看起来一直处在一种快要熄灭的小火把的火焰里。我觉得这不是因为后继无力了，或是没有力去维持，而是他把它缩小成只有这样子，懂吗？他不是想要让它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焰，他想要稳稳的举着这个火把，或是这一个火苗，一直在你旁边走着就好了，有点像是照明，有点像是陪伴，也有点像是给予你一种最基本的温暖。他没有要超越，但是他也不希望熄灭。这关系走到这个部分是这样。那我很开心，他出现了圣杯皇后了，表示他定义了你们之间，不一定算是定义啦，他找到了你们之间这关系可以这么长久的一个原因，或是一份礼物，就是你们的情感很难改变啦，已经累积到非常丰厚的水能量了。有点像是要再走在这个路上，需要很棒的精神粮食的概念，但这个精神粮食是足够的。这下面的牌讲的都是比较有愿景，就是可期待。星星牌也出来了，那就表示可期待未来的发展。但是它这个可期待并没有落在注定会有爱情，它只有说这关系是可期待的，可期待成为你们心里觉得最好、最完善、最长久的关系的其中一种。但是这关系是朋友的、爱情的还是家人的不知道，只是说已经有看到那一个远方是能走到的，只是用什么方式关系走到不知道。所以这3张牌讲得很清楚，有远方，有方向，有足够的能量走到，还有路是确定的。这3个是这样。那这3张所代表的最基本的性质是一种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对你们来说最充满善意的选择跟路径跟故事线。现在的状况是最善良的，最充满善意的，好吗？也就是说，没有给你们很困难的方式才能维持这份关系，没有给很刁难的方式才能让他一直待在你附近，也没有在刁难他，让他待在你附近要非常用力，反而是他自己比较多心境上的不上不下，才是他唯一的一些困扰。但是这个困扰不强，都是一些很些微的，没有让他无法呼吸，没有把他压垮，没有让他一直常呈现烦恼，没有啦，但是一点点。那所以他其实在跟你的关系常常也
时常退回朋友，退后为朋友关系来看待你跟他，才会变得比较轻松。但常常又过界，然后他又把自己退回来，这是他其中。如果一样说他有烦恼跟负担，就是这个了，这个时常摆动。哦，不过看得出来，他找到了接近你跟没有接近你的关系的样子，他已经比较确定了，也开始习惯了。毕竟我们刚说刚抓到的整个时间应该算是近期，所以他还在习惯，但已经开始习惯哈。这3张牌已经让整个他的心境有静下来了，好，心境有静下来了，表示他维持的不错，距离也保持的不错，没有太复杂哦，也没有太庸人自扰。来，我们再往下看你们的连结的部分哈。好，来翻一些，这个好了。好，来看一下你们的3种连结哈，就是他为什么要出现？他一开始出现在你人生里的重要的理由是什么？那这个情书出现之后，这关系应该要被重新定义成什么样子？再来是，如果他跟你告白了，或是他跟你更表明更近一点的心意的时候，你们的相处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吗？会有什么冲突吗？不知道哈，我们往下看。好，看一下远方的概念来说，其实就这样啦，就这样。现在真的就这样，就朋友这关系，不要再往前。女祭司牌已经出来，希望不要再动了哦，就这样，先这样。再往下走的话，可能会有难以抗拒或难以承担的一种新的情愫。以目前来说，只能先这样。那战车牌跟钱币骑士又出现了哈，那我们只能说，你们的关系很难再进一步了。目前，为什么一直讲目前？因为我原本就觉得这一题没有太多的未来性，都是只有一些情绪上的愿景，那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具体性。那女祭司牌又在这边又挡了一次之后，所以就很难往未来去讲，只能讲以现状来说。所以以现状来说，金币是国王，金币国王跟战车牌出现，就只能说现在这个关系的情况已经是最稳定的，能创造最美好的未来的一个关系。目前定下来是不要改变，不要变化，就让他跟你保持这个距离，这样子好。很可惜啦，1号牌原本要找吸引你的人，结果找到你周遭一直待在你身边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只是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讲未来性？我刚刚前面说了，就表示后面还是也有无限可能，只是现在这个状况是最好的。那星星牌跟钱币6又出现了，我只能说，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契机机会，需要有外力的帮忙。需要有外力的善意的帮忙，也就是说，也需要有人发现他在喜欢你，有人推动他，有人说破他，然后是他信任的人，有人在一种很善意的情况让你们2个发现，然后整个情愫才会上来。现在还是没有这个状况，目前看到的唯一契机点就只有这里，但是这个的可能性也不高，因为星星牌在这里，它也比较像是一种对于发生几率很低的事情的愿景跟期待，所以他并没有说真的会有这一个人出现，只是如果需要突破，目前只有这个方法，有其他人的帮忙。好，那总结一下1号牌哈，我们确实是捕捉到了一个近期被你吸引到有新的对你的喜欢的概念出来的人，但他可能是你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或是认识很久的人。但他很常出现在你附近，他有新的情愫出来，那他很快的在这1年或是最近就已经确定好，不要破坏你们2个现有的关系，所以他不会跟你告白或者让你知道。那以我们的角度，就也不要说破，也不要去找等到一些能量都正常了，或是能量都完整了、满了，需要讲出来，他就会
就会跟你讲。那以我们这里的心态，就是应该要开心，有个人很近的守护我们，这样就目前这样子也 OK 啦哈。那至于它的未来性，没有说到，表示它还是有无限可能，它并没有在这边就画下终点，然后它只是说现在这样子。以目前的关系来说是最好。那为什么会最好？可能是因为你们两个的重叠的朋友跟人事物太多了，很难开口，而且也不适合破坏其中的关系。好，就这样哈。这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希望能够给你对于一些未来方向感有新的想法哈。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我们来一样选5张来慢慢捕捉一下那个人的讯号，那个人的讯号哈。好，来我们先抽5张。好，好，来1张，第2，上面一点，第3，战车哈，第4，好。从政策牌做出发的话，哈，骑士国王哈，好，我大致至少知道了哈。这个人哈，其实我认为你们应该有初步的见面，有初步的接触过，但是不算熟，你甚至现在也想不起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这一个初步的见面的时候，你有吸引到他了。就这个，因为情愫来的那个水能量来的非常新，非常纯净，非常初步，刚开始还不到宣泄，才刚从杯子一点一点流出来，像这张牌，那还看不太清楚，它只是一个遥远的残影的形象，所以他应该说他对于你的感觉也才刚开始，所以你记不起来他是谁，没有印象也是正常的，因为你们这一个的连接不强，这个感情连接不强。那他从很远的地方，我用一种比较具体的方式来讲好了，就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来到你的生活区域里。好，这个情况我们很常讲到，但是内容会有点不同。这个人的不同在于是，他可能才好不容易到了你的城市里附近，不是工作的是什么的，而是这个生活形态有点慢慢跟你的有所重叠。时间呢，生活作息、上班的时间，一起拥有共同的节日，也有这个讯号哈。假日或什么，它就是这种生活逻辑跟你的比较接近了。你会说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但是没有啊，有些人的工作是没有时间固定的啊，那有些人是偶尔在这个国家，偶尔在这个国家，偶尔在 A 城市，偶尔在 B 城市，所以很难生活是一起的啊。那这个人他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意思是说，之前跟他现在，就是说他以前的生活跟你现在的不同啦，但他现在是过着你的这一个生活规律里的人，所以你们会遇见的几率有渐渐的提升，而已经有第一次的遇见了。那我目前是看不出来你们是怎么遇见的，但是有初步的遇见。不过以今天的题目来说，我觉得以巧遇邂逅来说，这个力道不强，因为它会散掉，它会错过，它会在一次见面之后就错过。但是它这里有一个连结性，有生活上的重叠，所以我不知道我脑袋出现的
有一个讯号有点接近像邻居，或是住在附近的人，很常遇见的。他跟你的工作没有什么重叠，没什么连接，它就是时间上、生活节奏上的连接，生活性的连接。那他在第一次遇到你之后，其实他有特别去注意你有没有在出现。所以以这个线索来说，确实很像是生活区域里面会遇到的人，所以他才有机会一直去看看你有没有在出现。因为这个讯号还蛮强的，我有感受到他的寻找、他的探望、我的探望是他的探头去张望、去看的探望。然后，又因为金币国王在这边抓住了一个你们的两个人相遇的结构是在一个区域，就有点像是说两个人到了一个岛上了，你们绕来绕去都不会离开这一个岛，所以终究要遇到的这一个讯号很强很强很强。哦，所以我才说你们在共同使用同一种时间规律，所以你们会在遇到这几，我把它讲最白话最白话好了啦。你们就过着自己的生活，然后你们会慢慢的发现有个陌生人越来越熟悉，大概是这样。但我也不确定你们本来就是陌生人，因为这讯号现在还太少了。哦，我也有渐渐觉得应该是工作里面也会遇到的人，但又没有这个讯号，所以我一直在这里一直在探索这个连结，这个交错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点？哦，所以总结就是很近了，那个人还蛮近的，不太容易不遇到。哦，所以我会说邻居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们的出门、起床、睡觉、吃三餐的时间很长，同步，很接近，很接近的意思是说，都会在某个1个小时里会做那一件事情，所以很容易遇到。那我说你们有第一次接触就是有你们有讲过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们有讲过话，因为这边有一个对话出现，然后有水能量有做交流了，有一个很具体的交流了。哦，那而且他又有一种在找你的心情，他不是刻意去找，他不会刻意在附近这样绕来绕去等你，而是他每次出门就会觉得会不会再看到你的这种寻找，他一直有这个方向感，一直有这个动能，所以以他的目光角度来看，以他的意识来看，一定你不会离他很远啦，所以反过来也是你不会离他很远，而就是他不会离你很远。好，现在大概范围是这样啦。目前可能就觉得是一个你会遇到的、平常遇到的陌生人了哈。但是这个水能量，这感觉都还不错，感觉还算蛮契合的。它没有一个主旨，它好像也算是有一些祝福讯号在里面的哈，可以期待一下。那只是战车牌在这里让我有点对于时间轴上的顾虑是。这件事情好像已经有一阵子了，这不是最近的。哦，你们第一次的遇见跟遇次的互动，好像不是最近，好像已经有一阵子了。好，那不知道这个确实还要再慢慢翻，现在只能抓到这些。哦，来看一下这张。对啊，这张其实就跟我讲的一样，就是你们两个是不知不觉。也不是说不知不觉了，是你们的范围就是在那一个岛上，哦，然后他算是不知不觉的到了这个岛了，就是这个门是不知不觉为他而开，然后他到了这里，但是为他而开，并不是为了要去见你，这门开的是因为他适合来到这里，这里是适合他的生活方式。其实这边有看到他很喜欢现在的生活跟他的环境或什么，是他从很远很远很远到了这里，这样，所以他在一个很满足的生活心境状态、身心状态里面看到你的时候，其实他的能量是，我觉得他的能量是非常饱满、有光明面的，很舒服的。这边我反而就看到了，你跟他的第一次互动的时候，你也是感觉到舒服、舒适的，只是就这样没有了。因为他只是个陌生人或什么，目前确实感觉比较多，他是个陌生人，
他在你的生命里目前没有被定位成是任何特别的角色，他就是个陌生人。只是你们的这个关系跟这个遇见比较像是地上有个洞掉进去，它不像有个窗或是有个门打开让你们进去，这比较像是说路上有个洞，你们两个都踩进去了。然后在那个洞里或在那个世界里面跟相遇，他这个他的状态比较像这个啦。所以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也有些像这样子，比较像是说两个人突然在哪里遇到了，然后有讲到话这样，或者一起买东西。通常我都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可能一起买东西、一起排队，或是一起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跟一个陌生人讲几句话的遇见这样。那基于这些观察，对他来说，他知道你是会常出现在这附近的人。所以你们会再遇见的啦，你们会再遇见的所以可能可以期待一下，有个人会在特别的地方再去跟你我这边又开始出现一些讯息，就是你们很有可能真的会在工作上再遇见，然后他会跟你说，我知道你住在哪里，因为我也住在那里，差不多是这种开头。然后你会被唤醒说，哦，对对对，我们之前有遇见之类的，有这个讯号，你不太会有点惊讶说，你是谁？什么我不记得，没有没有。他在次出现的时候会唤醒你们第一次遇到的那一个情境或情况。所以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可以回想一下，最近你是不是有跟什么你好像有点喜欢的陌生人有对谈到，但不一定是在生活里，但是就是有可能是在一些很特别的情况里遇到了。那这一个讯息比较接近2号牌最近所捕捉到的这一个人，但是我们再扩大一点讯号，就是他也有可能是你最近刚有个最粗浅打招呼的人，他还不算朋友，有打个招呼，然后什么认识一下，这个人其实已经把你放在心里，也有这个讯号，只是他其他的讯号确实有比较明确，是他跟你的生活各方面是同步在某一种规律上的。那工作的讯号没有在先前出来，比较像在之后，所以他也有可能是说，未来你们认识之后，确实发现你们工作是有所关联的。它是有个顺序或是一个前后，只是说这个讯号现在是放在前放在后还不太知道啦，只是有一点啦。好，来再往下看哈。来。好，再来哈。宝剑五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就觉得难以。他这边有在提醒你说，不用找啦，他会自己浮出来啦。他其实就在你附近，有在观望你，而且这边有在说，他已经不止看到你一次了啦。只是他不会每次看到你就跑去跟你攀谈，或是跟你聊天。他其实已经不止看到你一次了，也因为他好像看到你几次了，他就很确定能够常常看到你，所以他不急于每次就一定要去跟你讲话或什么，他还在找比较好的感觉里。然后圣杯8出现之后，也代表了次数，他其实已经你在他面前出现的次数已经非常高了。他感受你非常多次，只是他有很多次都觉得先不要去打扰你，先静静看着你。而且这边有一件事确定是，他在你面前在晃过的时候，你不会立刻知道你跟他有讲过话，你还会再把他持续当成是一个完整的陌生人。他也知道。所以圣杯8才会在这里非常严谨的确定了他的心意，他的心思是还没有到要跟你更进一步接触的时间点。至少他现在心情是比较安定的，觉得至少你常常出现在他面前，他就安心了。至少他已经掌握了你常常出现的规律，他并没有好奇或是想要去跟踪你更深的，他没有。
他觉得这样子片面表面的常看到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出现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规律是非常固定的话，那请你不要改变，因为你一改变他就见不到你了。如果你想让他常常看到你，你就不要改变。但我想你的规律很难改变，因为你好像也固定了某种习惯、某种自在哦，你不会改变的啦。哦，我觉得这一题很浪漫，选择2号牌的朋友非常浪漫，因为我也有看到你会喜欢这个人，或是你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就有种喜欢出现，因为他有一个很细很细的舒适的水能量跟他有所连接，而且我也看到他对于每次看到你的那种安心跟喜悦，似乎在证明你们第一次对谈就有不错的效果。然后他也有某种自信，觉得你不会消失在他眼前，很特别的一个情愫。他没有紧张，他没有害怕落空的感觉。他常看到你，我觉得也没有到长哦，但是至少看到了3-4次了，节奏上应该是这样。那我觉得他在期待，我觉得他没有在等跟你讲话那一天，他在期待下一次有一个他觉得舒服、舒适的情况，他会去跟你讲话。也许就是你在某个咖啡厅自己一个人坐着的时候，他会过去跟你聊天，或是什么。他希望有一个比较长一点时间的机会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在你面前。哦，不会打扰你太久，但是他会知道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出现的时候，所以他也算是有一点点躲着你，不在你的正面出现，他会在你的侧边后面看到你这样子。他其实也有一点点害怕你突然想起来你们其实讲过话，他突然想起来，或是某一个眼神突然发现他不是就是你的眼睛里发现他不是只是个陌生人，就是我们讲过话就想起一些事情这样。因为在他的心境，他觉得他还没准备好要再跟你做第2次的交谈。哦，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能量啦，他有点像是在玩耍，但他又有点紧张，他有点期待，但他又不想躁进。他这边有这个，那这个心情，这个水能量其实是非常仔细的、严谨的被设定好，要这样子。他其实不是靠直觉觉得要这样子，没有，他是想清楚，先这样子出现在你附近，或者看到你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在你的角度，你会慢慢忘记你们有第一次见到这件事了。其实因为这个时间有一阵子了，刚刚说过有一阵子了好，好。5啊，又是5啊。这边有看到说，其实你身边常常有其他人出现，他看到你的时候，然后他曾经有过想要去跟你讲说，可是发现你跟你旁边有别的人一起，他好像有理解到，要等到只有你一个人的机会还蛮难的。我觉得这里其实比较像是说，他有点躲在其他人背后偷看你啦，或者观察你。那你很多目光跟注意力常常在你身边的人所以不会注意到他其实就在附近这样。他也不是刻意要出现在你附近的，可是因为你们的节奏时间线实在是太容易遇到了，我发现好像有点比我想象中再更容易遇到。而他跟你的连接联系很多都没有太直接，都是因为中间有很多的人穿插，所以能量被打散了。所以捕捉到的，他跟你有比较近的距离的时候就有2-3次，可是大部分时间他看你的时候都是很远的，或是有很多人的。所以这边有一点比较像是说，也有可能是你们是在同一个区域上班，可是不同大楼、不同公司，所以节奏这里开始
有一些工作讯号了哈。除了生活之外这一条线，确实还有工作这一条线，也有可能在上班的区域里，午休时间、上班时间、下班时间的时候会遇到，或是离开工作的时候，也会有共同用附近的咖啡店、7-Eleven 餐厅也会遇到，只是因为不认识或什么，就没有任何太主动的交集。那你们第一次的聊天，我觉得非常非常平淡，比较像是好像有意识到都在这附近上班，所以有打声招呼聊一下或什么的。可能是因为上班门胸口有个名牌或什么，不知道，反正但是有一个讯号出来，让你们有第一次讲话，这是非常非常淡的，是跟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就只是没有很深的关系，但是还是有，可能就是很淡啦。内容非常容易被忘记的那一种，可对他来讲是非常深刻的，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而且是一开始就这么近距离看到你的好，你的魅力，感受到你。哦，那这个不是最近就一阵子了。哦，好，大致是这样。范围就说，应该说不是说两个啦，就是说两个可能性有出现。因为权杖五出现的时候，我看到了某种竞争。哦，其实宝剑五也有啦。我看到了某种同侪竞争、一起复杂性的概念的讯号出来，只是权杖五在出现的时候，我发现更明确的确定了你身边的其他人是什么样的概念，所以他这次可以比较捕捉到工作环境里的时间节奏，你们两个会更贴近。生活的话，不知道我觉得生活跟工作你们都很接近会不会有点太有默契了？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工作也在同一个领域，这样。可是这也蛮符合我刚前面讲的，你们可能在未来某一天的时候，在某个工作里面，他会在第二次跟你接触，因为他会跟你说：“哦，原来我们也是住在附近的人，然后一起在这附近工作，这样。”你们有这双重默契了。我前面就已经有讲到这点了，只是我没有很确定那个讯号从哪里来，所以现在权杖我这边的时候，我觉得有啦，大概有类似的工作，或是工作在同一个区域这样。然后会遇见这样比如说什么银行区啊、商业区啊、百货区这样，同一区。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组故事我喜欢啦，我喜欢我喜欢这种完全没有线索突然出现的人，因为它会带来非常多的惊喜跟全新的能量全新的能量，而且会开拓彼此的世界。我喜欢这种大家有完全两种世界的交换来，因为它有一种总算吃到了糖果屋里面的别种种类的糖果的概念，就是原来才会发现说自己原来也喜欢别种口味，我都是这样这边有一些未来性了啦，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提到这个未来性，我觉得有点太远因为我觉得你们连一开始初步都没有完整的发展。但是他讲了，他出现我就跟你说，他说其实你们两个是非常融洽的人，你们两个其实是像是两个一样的人，一样的逻辑、一样的性质、一样的生活，所以你们才会选择很多类似的东西，才会有所重叠。也在第一次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很强的复制感，而不是熟悉感复制感。就是他跟你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你复制他还是他复制你，他就会有一种觉得对面前的这个人很多东西好像是在照镜子一样，他有这个讯号，但是这个讯号他也没有错，但其实真正的定义是你们两个是非常能够融洽在一起的两股能量，但是不会失去两个人的独立性，而是能够很适合的站在彼此身边，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但也不是互补。懂吗？它不是互补，它就很像10公斤的棉花跟10公斤的铁放在一个秤子上面，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其实是达到一个完整的平衡，是这种复制感。那宇宙这里有一点点在介入，觉得你们两个这个距离有点远，有点久了，所以我目前看到一个能量有点在偷偷的在创造某些事件，想要把你们推得比较近。我不认为。应该说，我把它诠释起来，就是它有点鸡婆了，就是好像有别的事件要发生起来，有点鸡婆了，想要让你们再进一步的聊天或什么。但又因为这一个动能是出于非常高的善意，
所以我就很难去批评他或是拒绝，因为我会比较支持在自然而然的不要有外力去推，因为你们这个关系蛮顺的，我就会自然而然的再产生第二次的对话。但是好像在某个能量上，他觉得时间好像不耐等了。但这个讯号我们要接受，因为他可能说时间不耐等，也有可能会发现有些可能会让你们离得更远的事件，也有可能要准备发生，所以会有其他能量进来，觉得你们要再赶快进一步接触，不然会被打散。有可能这个是讯号，因为他的出发点在权杖八的时候是用一个非常有善念、善意的角度去出发，所以应该不是什么坏事。所以你很有可能你们近期会有第二次见面，所以你会意识到这个人的出现。会有意识到这个人的出现，那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就是会，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表白或什么，就是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互动啦，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互动，这个人会更具体的、明确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他就不太是一个完整的，不是一个很纯粹的陌生人，就是了。七哦，前面是七，只能说，如果现在这3张都出的话，我只能说，这一件事情啦，你没办法做任何影响，都要靠他去创造跟你第二次见面的机会，所以一定要等待他的主动性啦，只有这个，没有别的。因为其实讲白一点，你这里很像一个很高的草丛里，那你在这个草丛里，或是你在一个很高的玉米园里，你正在那里面，他知道你在里面，可是他进去，他必须要在这个玉米园里面找到你，要把它拨乱。这是什么意思？表示说，你跟他中间有非常多的讯号在做阻拦跟干扰，他其实在心境上是很想找到你，跟你有一个接触，可是他每次遇到你或考到你的旁边都有很多人，有别的事情没有办法，就产生你跟他的2个人的对话的空间。除了第一次之外的短暂之外，后面就很难创造。其实这边在讲的是说，他其实一直找不到机会跟你做比较长时间的聊天或是接触。他现在其实也是找不到的。那这边在说，他需要有更好的一个勇气，跟他自己要有点开窍了，就觉得他也有可能需要，就算你旁边有其他人的时候，他必须要突破，直接去跟你说，想跟你讲讲话之类的，他必须要突破这一点。那他自己心智上有所开窍，他必须要对这个恐惧跟人际关系的要有所新的智慧，或是他有想到新的跟你聊天的一个开头的一个艺术，或是说话的艺术。或者他想到要怎么跟你在做这一次互动的一个反正他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开窍啦，不然他很难去突破，不然宇宙的外力就要介入，不知道什么外力，可能会有一些，我打个比方可能会有一些你们2个人之间会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会创造了一个新的会议，然后你们会同时出来，或是一个饭局，2个会同时出来，这个只是打个比方，不一定是这个，我说的外力是大概是这样子，这就是所谓的介入外力。可是我没有看到人的因素成为外力，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一个新的事件会是什么样子。只是说如果要被解，只是说这里有一个力量在推着让你们再近一点，但是它也有一个可能是会错过，它只能推进，但它没有创造出那个事件，因为这里真的没有那个事件出来，它只是推进而已，所以只能说很有可能他会在下一次很近的接近你的时候就忍不住了，会浮出台面了，有可能就会让你很明确的知道是他。然后很明确再创造另外一个讲话机会，但是我这边看到的是，就算是第2次讲话机会的时候，也会感觉非常淡，因为他再一次不会表明他对你的喜欢或表白或什么，只是第2次的谈话而已，就这样，因为讯号就到这里。好，我来看一下，来你们翻你们2个的连结部分好。为什么我一直笑？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啦。我常常会看到这种故事的连续，我都会觉得有点可爱啦。看到在挣扎，内心有些挣扎来，我看这个，就是看到一个人在他喜欢的人面前一直徘徊不定没办法举棋不定的感觉。来，在这里好，还可以，好像可以这2张。
那嗯，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是，他觉得他好像找到了，终于有可以好好讲话的人了。他从你的讲话各方面，他就觉得这个人跟他讲话很合。哦，但是他当时也是有点束手无措了，因为他其实当下有点内心有一个恋爱的火焰有烧起来，但是他有点不太能发挥他原本的聊天方式，或是他也不太放松，所以第一次聊天他没讲什么就错过一个最好的机会。那其实你们两个确实是很合，刚这边已经说了，但是他这边又讲了更合一件事情是，你们其实有共同的人生愿景，有类似的兴趣，连喜好品味都很接近。哦，未来会慢慢会知道这件事情。那连生活，对于生活的想象啊，生活的一些节奏什么也是很接近。这前面其实都说了，其实你们两个就差在怎么确定对这个人有喜欢的感觉。这边只能说个性啊、生活方面、个人价值观都很合，但是这种合也有可能只变成是好朋友啊。所以他这个情愫要怎么出来，目前这里都没有很明确的点，没有在说这两个人怎么成为恋人的。其实这里翻到现在都没有，这里只有跨越了两个件事，就是他还在找机会去接触你，就这样，然后你们一直在附近的生活间常常遇到，可是都是他看到你，你一直没发现他。另外一件事是讲太后面了，太后面了，已经跳到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后面，他只是说你们的性格各方面就是很合，你们应该可以在一起，也应该在一起啦，生活各方面都没什么问题。好、哦，但是这一组就是漏了，就是没有那一个两个人要开始认识，有更高频率的互动的这一段，他只讲了这里前面跟这段的后面这里，所以只能说，难怪宇宙这边会急，有点急了，想要再去推你们两个再近一点，让他去创造你们有更高的互动机会，然后创造一些新的关系了。好，好吧，那二号牌，总之就只能捕捉到这个人就在你附近啦。哦，但是我们必须等待他去创造那一个新的互动出来。哦，也只能说很比较可惜的，后面其实你们是很合适的，你们的合适的点已经抓到了好几个点，都说很合适，没有问题，就差在这里。哦，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哦，好，就这样，这是二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未来方向感的想象。那我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是选择第三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吸引到了谁？哦，你正在吸引着谁？哦。通常这个题目啊，范围都会有一点广哈，而且会捕捉到一些很特别的故事线、很特别的人哈，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来，我们一样先抽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基本的结构走向。好，来，好，第一张，第二，好，第三，第四，哈，第五，好，好，看一下，以教宗牌作为核心来做出发，旁边又还有国王后。其实这一组牌我觉得还不错诶，他讲到了一个，你们的相遇哈，或是他被你吸引哈，主要是你在某一个群体里、社群里，可能是工作的一个工作社群里，或是朋友社群里，你对他来说，你是最突出、最吸引他的那一个人。他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就立刻被你的特别吸引住，这个节奏很快，快到他其实对你的向往非常重了。可是这边应该说，
其实应该要有很明确的主动性，跟已经有表达什么了才对。所以，其实他跟你就有互动，他已经有一点点表达他对你的喜欢了。但是我有发现，你应该没有接收到，你应该没有接收到。所以你听到我在讲这个时候，你会充满了疑惑。但他，但他有表达了耶。好，然后，嗯，我想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路径哦，就是他应该还想再做些什么，可是他找不到方法。他现在有一点想要寻求他的朋友的帮忙，来去更接近你。所以他其实不太像是你的朋友圈的人，他只是在某一次偶然遇到你了，所以他现在在努力的创造下一次跟你见面的机会，而且是非常积极的。他有在问他朋友说，怎样才能再遇到你？哦，或是他有在跟朋友说，如果你们有在约的时候，他也想去。可是因为他的角色很尴尬，他不知道用什么身份来去，就是一个陌生朋友去吗？可他主要是要接近你，才想看你，他想要跟你比较近的距离。所以在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我在想，他应该会有非常明确的表达了，你会感觉到非常更清晰、更具体。这边我本来是有点想要保留，说我刚刚说他有在表达，然后你可能没感觉到。我本来还想跟你说，应该你有感觉到，可是我现在真的觉得你没有感觉到，你真的没有感觉到，因为他这个路他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挫败感，所以才会有一个新的，就是在那一次跟你接触之后，他有一个新的想法是想要再更接近你，所以他这里的映射是说他会想要再更接近你，表示前一次可能没那么成功，或是表达的很粗糙，那你没有感觉到，或是他也有可能是这个也有可能是他要表达前他却步了，他其实没有做出表达。总之，我有看到那一个动机，但是具体的成果跟那个没有出现。路径有出现，看得很清楚了，他自己自我控制啊、热情啊，什么都出现了，可是好像没有结果。节奏感也蛮快的他那个很想要、很接近的讯号也很强好，那我再仔细看一下。那不过这边有一个现象，有一个讯号是，他其实因为以他的角度看你的话，是一种很遥望的距离，所以他其实不在你的生活圈，他真的离你蛮远的。他甚至有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里，因为他有一种从山顶看另外一座山顶的概念，所以可能真的距离还蛮远的。所以他必须需要他的朋友帮忙，才可以在下一次再跟你见到，再跟你见到面。那不过这一个下次见面的时间应该不远啦，因为权杖八在这边做的好像速度加速了，距离拉近了。3号牌相对前两组牌单纯了一点，但难度有高了一点。前两组牌都很近，就是身边的人。3号牌距离似乎他需要很多的努力才能来到你身边，还有很多的转换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远。我觉得这个距离不是很近的确啦，这边讲的也都前面都讲了，他对你的喜欢也是就初期的啦，很浅啦，他还搞不清楚自己在喜欢什么啦，很浅、很淡、很远。我觉得我们捕捉到一个才刚发芽的讯号。你们两个交空间上的重叠啊、交流啊、互动啊，都很初步，还在一种才正在被吸引住的一个状态。而且实际上确实他离你很远，他就算跟你告白了，要跟你在一起的，他要为你做的转变跟很多决定还蛮大的。譬如说要换一个地方工作，这里我不能说这里有可能是一个远距离关系，而是他确实不容易见到你，可能是时间上的、空间上的也有可能。我觉得他真的有点离你有点远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这里一直有一种想要往你这里走来，却很难马上达到的概念。他一直很想往你这里，然后他看你又看的好像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从山顶看山顶，另外一个山头上的你，这么远这么小，比看演唱会坐在最远的距离还要小很多很多的那个距离。所以他每一次要接近你，想要靠近你，都需要大费心力才要接近。所以他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现在知道见到你不容易，所以他才会一直去问他的朋友或什么，他希望能够再见到你。可是他发现蛮难的，蛮难的哈。所以他跟你的爱情啊，感情的连接就是这么淡这么小，因为就是没有太多的接触，然后也被一些空间跟时间所刷淡了。所谓的刷淡，就是说没办法使用高频率去建立，没办法。哦，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好，哦，等一下哈，往上移一点。好，这一组讲比较快哈，每次到第三组都讲比较快，因为讲完两组之后，整个感觉跟都打开了哈，讯号来的就会变得比较清晰，节奏就会变得比较快，会尽量再把它讲慢一点哈，因为免得每次选上号牌的朋友都觉得他没听到什么东西就结束了。好，我必须说，对于这一个人来说，他要很接近你，他要能够追求到跟你有幸福的方向或幸福的结果这一件向往这一件事，对他来说，他必须要认真的考虑，跟应该说路途蛮严格的啦。就像我刚前面真的有抓到的，就是说他必须要做出大改变，譬如说，因为讲一个很白话的，就是他就算现在跟你在一起了，他也没那个空间跟时间能够高频率的见到你，可能是住得很远，可能是工作不一样，可能是性质不一样，他有一种时间跟空间被阻拦的感觉，所以他这个权杖是在这边放下来，他在说：是啦，你想要的幸福是有在眼前啦，你也能追求啦。他不是在对我们说，是在对他说。可是放在一个非常严谨的说，可是这个难度很高，你要想清楚你能做的有多少哦，你能付出的有多少，你能改变有多少。现在很多问题都在他那里，因为其实你这里没有任何太大的影响，就是你这边是不动的。能量跟牌子上也没有说需要你做任何改变，比较像是需要对方做比较多的改变。好，没有再要求你，所以你这边只需要等待或是期待一下就好了。他也没有这一题也没有说必要的一定要你们两个在一起，这个要等到后面，等下我们才会看说为什么他要出现在你面前，为什么要捕捉到他，这个我们要再看。可是现在我没有很确定。宇宙或是牌面有说这个人是一定要在一起的，只能说以这一题来说，确实是抓到一个被你吸引住的人。那他如果要追求你，要再更接近你，可能要去到他向往的在一起这个目标来说，他就要做的改变蛮大的，因为幸福的牌被设定在一个非常高标准要求的位置，所以他没办法轻而易举的获得，或是顺着一些自然的直觉就获得。什么叫做顺着这样子？就是你跟他都心有灵犀一点通，一碰到就会在一起。这种没有，其实他要经过一段改变跟一个诚意的表达，就有点像是要前期要确定，要让你确定这个人你可以喜欢，前面他需要做的努力有点多。哦，那牌面有在说，他必须要打掉重来啦。有点残忍，有点残忍，但是已经有2张牌这样说，那我也没办法，那就是要这样哦。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刚刚说他已经在一个山头看到另外一个山头的你，他真的要去下山再上山呐、没有办法，就是你吸引到的就是这个，吸引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人。好，来，我们再往下看。
不过我觉得牌面很仁慈的有在告诉这个人，我不知道这一组牌是给我们看还是在给他看的，可是一直在说那个人牌面有在很严格啦，其实这3张牌都蛮严格的啦，有在严格的这样要向他传达一个讯息啦。他如果真的喜欢你他可以努力，而且会有好的报答。这边已经很善良的跟他说会有好的结果，努力不会没有收获。可是你有想要多做多少的努力，你要先确定很清楚不能莽撞有点在告诉他。所以我们在听他的故事，在听他的意见。通常我们在听这个意见，就是希望说这个意志能够传到空中啦，那集体意识中看到会不会传到他那边，然后让他开窍啦。如果有开窍最好啦，那就要看他第2次见到你的时候的喜欢跟程度跟确定有多高。所以他这边有说，他也许会在第2次确定他有多想要跟你在一起之后，他会做出一些大的改变。可是他必须要意识到，也要有自信到他要知道自己付出的努力一定会有收获的这种自信，他才能够做出一个大改变。如果他是保持一种侥幸的心态，只想试一试的心态，那他可能就得不到你，因为你这边的感觉，你一定会从非常有诚意的概念里而获得一种信任。你这边设定的一个讯号是这个，你这边一定需要这个关键讯号是我要得到一个很确定的感觉，你知道吗？因为其实这一组牌里面的主导性跟控制决定权在你这里，这一个决定权支撑着你们2个的关系未来的发展。不能说支撑，有点像是如果没有你的这个决定权，你们这关系是不往下发展。所以他必须要面对这个关卡，是他必须要拿出很大的决定、改变、坚持、意念，让你感受到，你才能够决定说好啊，那我们试试看看这样子。因为他这里有很多现实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这个人要遇到你要蛮远的，那可能遇到你的时间也不够多。那他也没有在第1次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一触即发的一见钟情的炙热的爱，都没有，只单凭他自己一个人对于你的喜欢，想要去突破，想要去建立这个，那他就必须要拿出更大的东西。那决定权在你这边。这一题是这样，第三号牌蛮残忍的那你说他会不会是你期待的人？我不知道，这边没有说。有的时候会有很明显，但这里真的没有。这里都在看你一念之间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了。这题有点需要责任感的但也需要非常高度的理智就对了。好，我们往下看，这题我可以翻更多牌，我觉得这题可以翻很多的内容。再看3张，这个我就不直接压，我们直接翻来看。还是一样啊。其实这个人其实是会有好的方向的，而且还会有人帮他其实你们2个人的关系其实并没有被卡死，即使说是需要你来决定要不要在一起，但是其实你并没有那么拒绝，并没有那么抗拒，看得出来好像这一个人可能会让你觉得还可以，还不错，你愿意接受，还愿意试看看，有这个讯号出来。那而且他其实未来性还蛮好的，就是你们彼此能够找到彼此在这个关系里的位置，而且你还能够在未来跟他相处的时候找到自己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价值，这是他带给你的所以其实他不是一个不好的人，而是只是现在有点现实问题，很难让你们2个在一起，时间空间这里已经很确定了。这个人的好是他能够启发你，而且甚至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甚至可以找到未来比较有方向感的事情，你还会去创造一些新的挑战或什么，你会找到比较新的自己，而且你会越来越喜欢自己，而且你还越来越清楚自己在整个世界上你的位置、价值，对其他来说你的重要性，这些是他的出现之后会带给你的一些讯号。然后你身边有人会去帮忙这件事的促成，所以那一个人在他眼里应该觉得你们2个应该很适合在一起，但是这一个人也可能是你的贵人，因为他觉得好像他比你早发现这一个人还不错。但是你这边会比较坚持，就是你这边很难做出改变，因为你已经固定下来了。但是他那边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他那边？因为他好像还有点弹性，就看他有多想要这一件事情。这一组牌算起来，你这边算是比较霸道一点了，但是没办法，牌面就说你这边的决定权跟主控性是比较高的。
哦，然后宝剑侍者也出来了哈。这边是在讲他啦，他在决定要不要再更靠近你，要不要再更往下发展之前，他必须要非常的要希望他能够有很清晰的脑袋去把这件事情想清楚，绝对不可以莽撞，因为他一莽撞出来的话，他到你面前的表达会为了想要拥有你或是追求你而去做出一些好高骛远的行为、好高骛远的话跟愿景。他这边有在说，你要观察到他是否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真的能做到，要有这个智慧跟这个眼界，能够看清楚，他不是好高骛远或是眼高手低的，你才要再做决定。他这边有在提醒你哦，你要好好的观察这一个追求你的人的时候，他脑袋跟智慧是不是开了？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你会发现他只是想要靠近你，各种话在糊弄你，或是随便乱讲，或是你真的感觉到说他想得很清楚啊。你要有这个能力判断所以这一个责任感也装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能力判断，那可能这一个爱情或是后面的是你自己促成的。所以他这边有在前面在提醒你，其实这件事情的责任不是只是在于他要拿出多少诚意来去改变你的心意，而是你自己要有很高度的观察力跟确定对方是你可以信任的，而不是去美化这一件事情的浪漫感而去接受这件事。懂吗？这个是有差别的。那这边有一个契机啊，你旁边有人可以帮你了，你问问你的朋友啦。这一题，你的朋友蛮重要的，因为他们能够更客观的看出这整件事情的差别。好，还有他那一个，他希望帮他的那个朋友也很重要。那这一题比较复杂，但我觉得有蛮多值得赞赏的动力跟勇气啦。就看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有多大的吸引力就对了啦，多大的情况就对了。好，我们再往下翻，看你们两个的连接状况是什么，找一些比较清晰的牌好了。用这个好了。我是觉得这组牌要突破的东西蛮多的哦，因为它有一些现实面的考量，而且它甚至也有可能跟金钱有关就是因为它这一个它要为你做的这个转变付出的东西还蛮大的啦，光是换一个位置生活，或是不换位置，而且需要花比较长的距离才来见你一面，这些都还蛮付出都还蛮大的。所以如果以你的理智来说，你觉得这样子太辛苦了，要拒绝就要早点拒绝。好，所以才说这里其实这一个国王牌是放在你身上的，好，来，但是这边也很多的方面有在说这个人其实不错，所以会有点难以拒绝，也有这个讯号了，所以才是难处的地方哦。找个地方放着。好，好，这边有说，其实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的话，两个是非常适合的。除了能够找到两个人在生命中的价值，你们还可以找到两个人相处的最好的方式。其实你们的在一起是被祝福的，只是说这个开头非常难，这个开头有非常多的挑战，有情感上的决定，也有物质上的生活圈的变换，变成说你可能要远离你现在，他可能要远离现在他现在的朋友，要到一个新的圈子，要去认识新的朋友一圈，对他来讲难度还蛮高的。所以其实除了你愿不愿意接受他跟你试着交往之外，他在要去跟你说这件事之前，他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来决定自己到底是有多想要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决定才决定了后面的故事有没有要发展。所以其实
他先拥有了第一个决定权，即使你很想要，或是你很期待，但他如果在前面胆怯，或是他被现实所屈服了，也不能说现实所屈服，而是他比较倾向于现实生活要比较，他选生活而不是选爱情的话，那这个就不会出现。好，只是现在牌面比较偏向于他不会选生活，他想选爱情，那这件事情就会有点小风险，所以他到第二个关卡的时候，就变成是你要来帮他决定这样子好不好，所以就变成是你要选爱情选。可是其实你都是选生活，你没有选爱情，因为这个都是判断，你觉得是不是可以试看看？可是对于试看看来说，对他来讲，他付出的代价就蛮多的了。好，然后，其实这组牌跟2号牌有点像，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听看2号牌，只是起点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是说，其实后面有好事情要发生，可是这一个要进入交往阶段或是在一起阶段的，前面的这个决定都很难决定下来，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还有太多的距离感。维持现状也许比较好，维持现在这样子慢慢的朋友关系也许比较好。可是以今天这一题来说，对方似乎有点太想要赶快促成某些情况，所以你有机会拒绝，因为你觉得可以再慢慢来，再看看再说。如果会，我的概念是觉得，如果要让一个人牺牲太多的话，不如先把它缓下来，看看持续性有多少，或是会不会只是一头热？因为这些某些决定就要让一个人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是换一个地方，其实这个牺牲还蛮大的。有一些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实问题太明显的话，我们应该你要仔细看清楚这个现实问题是什么。如果距离太远，每次见面花太多钱，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现实问题哦。这一题有很明显的出现，只是他没有细节讲得这么清楚，说到底是什么现实问题。但是这里确实有现实正在干扰着这个爱情的顺利程度。好，这件事情还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都很决定很快啦，就会觉得说没有不要，因为太远了。光是一个远距离或是有点距离，这件事情就太麻烦了。没错，你这样想也没错。但是他这边有一个很蹊跷的是，这个人好像很不错，会有点难选。我还蛮期待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啦？而且他这个还不错，是这个人其实后面还可以跟你相处的蛮好的，而且是一种加分的哦。可是这一个决定是难的哦。这一题是这个走向比较特别，它有一个曲折的概念。你也许就可以当做听听就好了，也 OK， 不要压力这么大，好像有这件事情要来了，听听就好了。我个人是在这2种事情上面都选过，我觉得都有好有坏，会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你会比较偏向于某一种选择，所以要看你现在需要什么。这2种都没有对错，而且这2种都有需要负担跟扛下的未来性。只是以你现在的状况，你觉得哪一个会让你比较舒坦，你就选那个。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一定要觉得舒服，要舒服。好，我们再往下翻其他的哈。记得我给的建议不是在让你选择那个，我只是在告诉你说，也许你的选择有 A、B、C、D， 那我再多出一个 E 让你看看。如果你 A、B、C、D 都选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我给你的建议的 E。这样子，我给的概念是这样哈。好，再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翻的哈。我觉得好像还可以翻一些。哎呦，好大声！我翻一下，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以有没有什么契机点再浮出台面啦？看看有没有而已哦，不是在说一定会有东西浮出来哦。我这边看到的是有点在说这件事情没办法硬凹，就是你们特别去凹成说你们想要的样子，没有办法。他这边有2个讯号，第一，这一件事情急不得。所以有点在说他有点太急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说你要慢慢看，急不得，他的节奏很慢，急不起来。太急的话会有蛮多
伤痕的，我只能直接转移它，我不去重新诠释，我只是直接告诉他，他讲的是，如果太过照进的话，会蛮多伤痕的，这是一件。第二是这件事情没办法用很多方法或心机去改变，它必须要水到渠成，要自然而然。所以这两个意见比较提的是说，这一件事情即使他很急，他第二次见到你，他就很想做出这些改变的时候，似乎你需要有点决定说，不行不行，这件事情要慢慢来，慢慢看。或是再等一下，等看看，不要现在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或是大改变。可能他要给你的建议是这样，你可能要想清楚，可能要慢一点，慢一点。因为这边有看到很急的牌，这里很急了，这里很急，对方心情上很急，很想要做出什么。他心里可能会觉得，第一，他可能离你很远，或者有距离上、时间上的问题，所以他觉得你可能会突然就不见，所以他很想要赶快靠近你。可是这件事情确实在这么多的讯息里面，有一个智慧一直跑出来说，如果你真的遇到这一个跟你有一些距离上的关键，他有说，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不能这么着急，要再慢慢等待时间的变化，不要特意的用人为的或是一些方法技巧去改变现在的关系，不能硬凹，一定要自然而然的发生。这里讲得很清楚。好，他这边已经提了这个建议了，那你可以想一下。那我觉得有点小可惜啦，好不容易吸引到一个人，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的麻烦啦？然后事情变得很复杂，变得比较难。但是还好，国王牌一开始就出现在所有的控制力跟决定在你身上。其实你可以斩钉截铁的说，这太复杂了，不必要。也可以，你可以自己去想。好，那好，我再帮你翻两个，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翻那两个，看看这份爱情的定义应该是。好啦，他其实确实是说，我先说，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希望不要成为你的诱因。我只是告诉你说，如果没有这么多困难的话，其实你们两个是适合在一起的。后面还可以相处的蛮愉快的，很丰盛，然后你们两个的生活也产生一个蛮协调的。其实你跟他算是两个差不多的人，所以相处起来会非常融洽。所以我觉得以这里再映射出其他的意识的话，我觉得他在讲一件事，就是你们应该或是也许或是本来就可以在一起，是不错的，没有问题。可是似乎现在急不得，好像有这个讯号哦。现在不太能立下，马上做出决定，需要再等到更好的时机。这边有说哦，不是你们两个个性上或是能量上不合，而是现在的时间空间好像真的不适合。这个讯号已经出现第3次了。那我相信你再去问你的朋友或帮忙说，他们可能也会这么就觉得。所以如果这个新的恋情或什么要出现的时候，它出现了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回想一下这组牌告诉你的情况。如果开始变得很着急，被催促了，被推了，那可能就是一个危机讯号就出现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理智的想一下，有些事情确实是要水到渠成，要自然而然的发生，比较能量，我不能说健康，我只能说能量比较完整。用我这边的逻辑来说，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未来方向感的一些想象跟多元的选择。好，希望我帮助到你，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